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有穷苦文，三代才能发。虽然每个人活着都在创造劳动力，但有的人的劳动力就是赚不了几个钱。倒不是说他们慵懒，而且命里没有什么财运，就算再拼命也还是有些穷困潦倒。也有些人光有赚钱手，却没有存钱斗，一生财来财去留不住，到最后也是两袖清风。那从手相学角度分析，哪些手相特征的人一生穷困无福呢？一、手掌细瘦，没有弹性。有的人是穷一阵子，有的人则是穷一辈子。一个人如果手掌长得又细又瘦，肌肉又没有弹性，硬邦邦的，那这个人天生没有福气，赚不到钱，存不住钱。这种人一般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父母关爱少，学业未完成就辍学外出打工，小小年纪就要赚钱养家，属于劳碌型的人，没有什么存款，好不容易存点钱，还会被家中的事情而花掉，最后又囊中羞涩，经常为金钱犯愁，是穷困之人的一种手相。二、无名指太短。手指修长代表运势好，相反手指短小，特别是无名指短，则代表运势坏。无名指代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，也反映家境好坏。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很长，而且肤色红润，说明此人家境殷实。如果一个人无名指很短，说明此人早年运势不佳，家庭条件差，求财之路十分坎坷，财运不顺，一生注定穷困潦倒。三、手指有缝隙。手指有缝隙，漏财严重，是一辈子受穷的手相之一。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自尊心很强，个性倔强，宁可自己吃苦，也放不下面子去求人，是清高自傲的人。较之面子而言，金钱和物质并不是很看重。如果遇到让自己不满意或者认为不公平的事情，他不会轻易去妥协，不会委曲求全。所以这种性格犟、不懂变通的性格，对事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。两袖清风，发不了大财，是属于穷人之手相。四、手有漏财纹。所谓的漏财纹，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。掌有漏财纹，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。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差，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有钱就花，没有钱就借，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挣钱，而是怎样去花钱，而且花钱如流水，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没有钱存。五、手指修长。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，很有才华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，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。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，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。金钱并不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，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，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。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。六、食指向外歪斜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，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，做事踏实诚恳，守财能力超强，一生无忧。若是食指长得向外歪斜的话，此为漏财之兆。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，那给食指是一样的，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。这种人破财较多，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。七、锁链状出现在掌纹上。锁链纹不管出现在何种纹路上，都是不好的寓意。锁链纹越大，意味着负面意义更加严重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感情线上，则意味着复杂的感情、悲伤的生活和不幸的命运。如果锁链纹出现在生命线上，往往代表着个人健康的一大问题，这个人也容易遭遇灾难。
如果锁链纹出现在智慧线上，就意味着这个人做事迟疑、懦弱，难以取得巨大的成功，最终也容易失去财富。8. 智慧线断开。智慧线属于手上的3条主线之一，若是智慧线从中间的位置明显断开，则这样的人思维比较混乱，做事也没啥主见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浑浑噩噩，造成事业上一事无成。而且这样的人人缘也会处理得非常的差，不懂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，造成事业发展不顺利，甚至还会给自己的事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，钱财运势也难以兴旺。9. 事业线断开。事业线是指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的纹路，直接通向中指的位置。若是事业线明显的中断，或是事业线的位置有杂纹或者是乱纹，则注定这样的人工作收入也会非常的不稳定，事业方面也会拥有不少的变化，在事业上很难会有好的发展，日后自然也不会有啥前途，极其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或者是捣乱，导致事业失败，很难能够走到头。10. 生命线弯曲。生命线也是人手掌中的3大主线之一，它不仅代表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、健康状态、有无病难以及突发状况，同时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事业运势和感情生活。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过于弯曲，则说明他们的运势发展会非常的不稳定，自己的前途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，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身体也会有劳疾，常常会造成事业有头无尾，不会有啥前途。11. 烦恼线。所谓的烦恼线就是长在大鱼际的位置的细纹与乱纹，若是此纹长得过短，没有超过生命线，则这样的人注定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辛苦，需要为生计发愁，家里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较多，一日3餐都没有保证。若是此处长得过于长而穿过生命线的位置，则说明他们的事业上遇到的苦难与挫折比较多，常常容易出现各种困难，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12. 理财纹很浅。手相中的理财纹与财运息息相关，理财纹清晰的人理财能力很强，懂得积累财富，懂得怎么让钱生钱，而且理财纹很浅或者是没有理财纹的人，则没有什么理财观念，也是穷人手相的标志之一。13. 财运线弯曲。如果说理财纹间接影响着财运，那么财运线就可能直接影响财运了。想知道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，财运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若财运线深长清晰，那么恭喜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但如果你的财运线弯曲很浅，那么你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哦。14. 小人纹纵横。食指根部位置代表物质和财富，食指根部有向上的斜线叫做小人纹，往往代表个人财运受阻，容易遭遇挫折。如果有很多小人纹，那就意味着被小人缠住了，个人财富也随之流失。15. 食指过短或者过长。食指较短的人没有上进心，缺乏责任感，平常的生活得过且过，难有雄心壮志。而食指过长的人好胜心太强，能赚钱，但是喜欢摆出财大气粗的样子，留不住金钱。这两种极端都不利于事业的发展，而且命中难聚财。如果是会具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一生都会过得比较的艰难。因此想要过上好的生活，就必须付出勤奋和努力，用心培养良好的生活技能，再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命运差异，所谓同人不同命，有一些人生来就含着金钥匙，成长的过程可谓是一帆风顺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取得成功。但是也有一些人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了，在许多方面都很难有好的发展，即便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收效甚微，整个人生充满了阴霾与灰暗。
今天我们通过手相角度来看，女人苦命的手相有什么特征？一、没有智慧线。智慧线反映出了一个人的智慧以及聪慧程度。如果没有智慧线的话，说明此人是比较平庸的，身上没有什么闪光点，脑子也不是很灵光，说话做事给人一种很模糊的感觉，能力一般，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很难取得理想的发展，尤其在工作当中很难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所以就导致收入不佳，生活状态较为坎坷，一生碌碌无为。除了自身命格不好之外，其实与他们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这种类型的人大多缺乏上进心，喜欢安于现状，所以也就导致注定与富贵无缘。二、掌色暗沉。有福之人的手掌颜色大多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而命苦之人的手掌则青筋凸起，掌色暗沉。这种类型的人气色不是很好，身体状态也不太稳定，容易被疾病缠绕，并且在平时生活当中发生意外的概率也非常高。掌色暗沉的人生性胆小多疑，做事不够果断决绝，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拖延浪费时间，因此会错过很多好的发展机会。再加上自身健康运势不佳，中年时期容易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，会严重影响到以后的生活。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坎坷多磨，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以过上安逸富贵的生活。三、智慧线有分叉。在手相学当中，如果智慧线有分叉的话，说明也是非常命苦的人。这种类型的人虽然善于理论和思考，但是往往会想得太多，给人一种优柔寡断，做事不够决绝的感觉。此外，这种类型的人自我意识较强，平时固执己见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懂得顾全大局，也不懂得为他人着想。他们的自私导致在生活当中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无法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，凡事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。此外，这种类型的人与父母和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，属于感情观比较淡漠的人，所以就导致情感之路异常坎坷，生活状态劳碌奔波，可是即便努力打拼，也始终与富贵无缘。四、智慧线有杂纹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了很多杂纹，说明这种人缺乏智慧，考虑事情比较片面，头脑反应迟钝，很多时候会因为考虑不周到而出现差错，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发展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性格执拗，不喜欢将别人的建议听到心里，所以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总是会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很坎坷艰难，可以说是非常命苦的征兆了。五、有漏财纹。如果手相中有漏财纹的话，说明财富运势是非常差的。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赚钱能力并不差，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是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，也会因为听信他人或者是缺乏主见而导致财富流失，在金钱方面会有很大的亏损。有漏财纹的女人守财能力是比较弱的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不懂得节制，没有理财观念，所以即便家大业大，到了他们手中也会逐渐衰败。六、手掌僵硬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非常僵硬，并且给人的感觉削薄无肉，这也是漏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本身生活比较的苦楚，成长过程中会经历很多苦难，身边无人给予帮助支持，凡事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。这种手相的女人一生操劳，生活波折坎坷，尤其是婚姻关系方面，与丈夫的感情淡薄，无法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，婚姻出现问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。七、感情线短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感情线很短，没有超过中指的下方位置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，在追求真爱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坎坷不断。虽然对待感情的态度很用心，也很舍得付出，但是识人不清，总是遇人不淑，不仅因此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坎坷，同时也会损失很多珍贵的东西。
感情线较短的女人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。尤其在开始一段恋情之前，要考虑清楚两个人是否合适，不要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诱惑。8. 生命线断裂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生命线出现了断裂的情况，说明健康情况是非常不理想的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命格较弱，很容易出现一些严重的疾病，给她们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造成严重的威胁。另外，生命线断裂的女人本身心态不是很好，平时容易患得患失，缺乏安全感，尤其在遇到一些小困难的时候，常常会产生抱怨的情绪，整个人的状态是比较消极低迷的。这种不良的情绪也会给他们的健康造成影响。9. 断掌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断掌也是非常不吉利的手相。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命格较差，在发展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坷与磨难，并且她们在婚后也会给丈夫的发展带来克制。即使两个人感情深厚，也会影响到丈夫的各方面发展，尤其在事业方面很难取得好的成就。10. 手指缝隙大。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指比手掌长，并且手指中间的缝隙比较大，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是比较命苦的。手掌有缝隙是典型的漏财之兆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总是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，即便通过努力得到了一些收获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财富流失。另外，手指长过手掌，说明生活是比较艰苦的，属于典型的劳苦命。家人无法给予帮助和支持，凡事都要亲力亲为。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是生活依然穷困不堪，很难有起色。另外，从健康角度来看，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比较虚弱，尤其到了中年时期，很有可能会患上一些严重的疾病，比如脑梗、心梗等等。这些突发性的疾病往往没有任何的征兆，会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。11. 事业线较长。事业线较长的女人大多很有事业心，在工作当中非常拼命，为了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，经常没日没夜的工作打拼，很少有时间休息。不过，这种类型的女人虽然工作能力强大，但是情商很低，在为人处事方面不懂得讲究方式，很容易得罪人，时常被领导视为眼中钉，尤其对于女性领导，很有可能被对方处处施加阻碍，让他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很是艰难。事业线长的女人虽然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但是家庭生活却是非常不顺的。由于忙于工作，对家人疏于照顾，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，无法从孩子身上得到回报，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孩子越来越叛逆，对他们更是不尊重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家庭生活是非常不幸福的，与丈夫的感情也很淡薄，可能会出现第三者插足的情况。12. 婚姻线有开叉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如果手线中婚姻线有较多的开叉，说明在感情方面发展非常的不顺。俗话说，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，婚姻不幸福，也就意味着生活将会变得坎坷艰难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对待感情的要求很高，如果丈夫有做的一点不对的地方，就会无限放大对方身上的缺点。他们很少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遇到问题也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从来意识不到自己身上的问题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婚姻运势极差，一生磕磕绊绊，很难从婚姻当中感受到幸福。另外，他们对家人是很舍得付出的，但是所有的付出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。以上这些信息都是从手相中得到的，但也并不完全代表你一定会穷一辈子苦一辈子，还需要结合你自身的其他命理情况以及个人努力来看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以上这些，太认真，反而贪图享受，好逸恶劳，即使命再好也是穷苦命。相反，若有以上特征，也有一颗甘于吃苦的心，假以时日，生活定会有很大的改观。手相学又称掌纹学、手纹学，香港人叫做掌相学，是古代的一种相术。
与面相、骨相、气相等等合为4大相术。一般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手掌的形状、大小和手掌的纹路来预测一个人的健康状态、当前运势和赚钱的能力。一起和小酱汁来看看具体有哪些手相特征的人天生财运旺，生来会抓钱吧。1. 财运线清晰可见。财运线又被称作是水星线，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。在手相学中，财运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，也代表一个人正财和偏财运势好坏的重要纹路。财运线并不是条数越多命就越好，而是要清晰可见，并且财运线上没有别的纹路阻拦，那样的手相才是好的手相。财运线清晰可见的人头脑聪明、精明强干，赚钱的门路又多，平常的人际关系也很好。他们很会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那是属于抓钱的手，赚钱超级厉害，从不缺钱花。而且这种手相的人性格温和，待人诚恳，无论自己多有成就，都不会瞧不起人。2. 成功线伸长。成功线在手相学上一般都被称作是太阳线，即朝向无名指根部的上升线。它是起自手腕的部位，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，也有的在太阳丘上方就中断的一条线，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没有。成功线它不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和事业方面的成就，还能表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。如果成功线很早就出现，表示此人年纪轻轻就有不俗的成就和拥有大量的人脉。那么成功线笔挺伸长，或者是有2条成功线的人，一般财运都特别好，运气很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也都是有始有终，最后都能获得成功。有这种手相的人算是富贵手相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吃穿不愁。3. 大拇指厚实。大拇指为五指之首，在手相学上是代表的父母和祖上。拇指的上节代表父亲，下节且代表母亲。如果大拇指上面没有任何杂纹以及疤痕的话，且表示此人父母身体健康。大拇指厚实而又修长的人都特别聪明，学东西很快，又有事业心，而且财运很好，大多数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。大拇指粗长有肉，显得比较圆润的人，也是属于好的手相。有此手相的人容易享受祖业或者长辈的关照，贵人运很好，再加上自身能力强，财运好，所以他们也是一辈子富贵加身。4. 手掌厚实红润。从手相数学的角度上来分析，一般手掌厚实的人财运和事业都特别的好，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都时刻充满着活力和干劲儿。他们头脑聪明灵活，充满智慧，求财路走得比较顺畅。拥有此手相的人很容易大富大贵。那么手掌厚实红润的人，既是代表一个人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很好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收入都不错，而且偏财运也较好，时不时的还有外快入账，所以他们的手也是天生的抓钱的手。有这样手相的人，在财富方面运气尤其的好，生活富裕，事业有成，是属于富贵的手相。5. 事业线起自金星丘。事业线是起于手腕线奔向中指的一条线，又名玉柱线、命运线。有此线的人一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，学业有成，工作顺利，而且还代表了一生的事业以及健康的总格局。那么事业线起自于金星丘，再慢慢向上延伸的人，一般都具有文学方面的才能，如果将往此前发展，必定能够获得好的财运和地位。有此手相的人眼光独到，又有事业心和金钱欲望，只要是他们想做的事儿，几乎就没有做不成功的。而且他们一生财运较好，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很有收获，所以这种手相也是抓钱的手。6. 太阳丘下面有细纹。手相学中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太阳丘下面有细纹，最近没有喜事也有好事，这是一种好的现象。在太阳丘，也就是无名指下方，
的下方有许多细小的纹路，属于财运旺盛、要赚大钱的手相特征。一般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诚实稳重，口才又好，在大众心里印象最好，能够轻松获得他人信任。而且他们天生就有金钱欲望，善于理财，对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天赋，再加上财运又好，所以这种手相的人很会赚钱。如果这种手相的人智慧线也长得很好的话，财运就会更好，一辈子赚钱轻松自如。七，水星丘上有星纹，出现这种手相纹理特征的概率并不高。首先来说，水星丘上出现线纹主要就是婚姻线，也就是说，水星丘上有星纹其实就是指婚姻线上有星纹。这种手相代表着命主在结婚之后能够获得不俗的财运，他们有可能娶到一位具有旺夫运的妻子，也可能是嫁给一个有着旺妻运的丈夫。总而言之，这类人的财运要在结了婚之后才会体现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手相还有着命主子女财运不错的象征。八，手上有元宝纹。手相学中所说的元宝纹，指的是手掌中主线与辅线组合而成的，外形看起来像一个元宝的形状，像一个梯形。元宝纹越大，就代表此人财运越旺，很有赚钱的天赋。有此手相的人通常能力很强，不管做什么领域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。即便是先天因素和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他们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想要的。九，手掌心有财库纹。手掌心的纹路相互交叉所形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，在手相学中通常称作财库纹。人们常说手有财库必发家，意思是说手掌心中有财库纹的人大多都会发家致富，其人一生财运很旺，自身能力也强，一般在事业方面都颇有成就，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赚钱的人。10. 婚姻线上有财库。手相中的财库就是指外形如同三角或者四边形的纹理特征，也就是所谓的吉祥纹理。这些纹理特征代表着好运、财富以及幸福。如果出现在婚姻线上的话，就意味着其人财库出色，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能抓取高额的财富收入。此外，这种线纹也是善于存钱的象征，其人在结婚之后能够从双方长辈那里获得房屋、汽车，即使自己工作能力不够出色，也可以在结婚之后财运出色。11. 手掌中钱财纹比较多，位于无名指以及小拇指根部附近的细小横纹便是钱财纹。这一线纹算是手掌中的个人偏财运关系较为密切的线纹特征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并不是说钱财纹越多，偏财运就越为出色。较多的钱财纹代表着命主有更多的机会去获取偏财，象征着命主偏财出色的钱财纹应该是长且清晰，这样的钱财纹才能够预示命主拥有稳定的偏财，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都有可能抓到额外的财富。此外，这类人在选择投资理财的时候也能够有着不错的收入。12. 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。民间流传了这么一句话，男手如蛮，女手如柴，也就是说男人的手要像馒头一样多肉白皙丰满柔软，女人的手要像枯枝一样手指硬细骨节可见，这样都是代表财富之手的，称为手质。譬如目前人气很高的影星黄轩，他的手就是典型的如馒头一般的手，被广大粉丝称为胖手。这一特征与他目前红得发紫的事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同时对应的还有女星刘涛，有心人称她有一双白骨爪，手指完全符合如柴的特点，事业自然也是红火无比。当看人时，准确地判断他的手质，对这人八字财富数量的大小能起到辅助参考作用。相信不少酱友正在仔细地看自己的手，不过手只能决定一部分，重点还是在我们后天的努力。如果不上进心的话，即便有财也会很快败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。
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